海马斯火箭炮开始失效，俄乌面临新困境，俄军是怎么做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乌克兰战场上，美国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的入场，对俄斯后勤补给线的不断打击，成为了改变战场格局的重要变量。正是因为海马斯的作用非常大，俄斯曾经不断爆出已经摧毁海马斯的消息，最后被摧毁的数量比美国援助的数量还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俄军对海马斯发射车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因为俄军没有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细心的朋友应该注意到，在最近的几个月，海马斯火箭炮似乎销声匿迹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几种说法。一是俄斯军队学会了分散物资和人员的部署，让海马斯找不到高价值目标；二是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弹几乎用光了；三是乌克兰正在为接下来的大反攻囤积海马斯火箭弹。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俄斯已经找到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制海马斯的技术和战术。据 CNN 援引美国、英国和乌克兰消息人士称，乌克兰军方的美国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在对付俄斯军队时，在准确性方面一再变得越来越无效。要注意，不是没用，而是越来越打不准了。因为利用 GPS 制导的火箭炮系统的成功，需要情报支持，更需要卫星对俄罗斯目标的精确定位。俄罗斯军队的电子战装备和一些能够干扰 GPS 制导的手段正在发挥作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乌克兰无人机运营商的话说，俄罗斯破坏其运营的努力和成果是重大的，并指出这种情况从2022年11月开始已经显著升级。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将躲避俄罗斯电子干扰措施的努力描述为一场持续不断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的这些系统不断的调整以保持有效性，几乎每周都进行更新。从以上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俄罗斯在对付海马斯时正在获得一定的战术成功。具体措施如下：第一，用野战防空系统克制海马斯，主要是使用中近程防空系统拦截火箭弹，这在技术上完全可行。唯一面临的问题是，防空导弹的部署数量和消耗成本要高很多。基于俄罗斯野战防空实力的强悍，在电子战设备不能覆盖的区域进行野战防空就是合理的选择。第二，对战备物资进行分散放置，做好保密工作。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俄罗斯军队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以避免信息战的优势一直在乌克兰那边。海马斯火箭弹数量不多，也不便宜。当没有什么值得打的目标时，它们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第三，对海马斯火箭炮的导引装置进行干扰。海马斯是依赖 GPS 进行定位的，只要在关键区域对 GPS 信号进行干扰，那么海马斯就打不准了，这样也就能够达到目的了。与海马斯相比，中国军队的远程火箭炮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呢？有什么样的教训需要总结呢？首先，火箭炮也要考虑使用多种制导体制，比如激光、半主动制导和红外制导。如果只有一种导引头，那么被克制之后就会非常尴尬。而采用激光半主动制导和红外制导，或许要增加远程火箭炮的成本，但是也不会太多，因为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国家生产的导引头价格相对便宜。其次，远程火箭炮的优势要考虑数量，基于火箭弹的速度不算太高的现实，为了打击重点目标，还要考虑饱和攻击，量大管够很重要。最后，夺取制空权是发挥火箭炮优势的关键，只有夺取了制空权，才能更好地压制对方的干扰设备和防空力量，火箭炮的作用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总体而言，火箭炮在现代战争中仍然非常有价值，精确制导的远程火箭炮更是非常重要。但是任何武器都不可能是万能的，
远程火箭炮应该拥有多种制造方式，而且呢还要与其他的武器一起配合使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军事效益。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